接下来我们持续关心到的是张幼侠落马。那这一回呢，解放军是说换羽重生，难道习近平现在是在整军进入倒数阶段了吗？随时能打胜仗吗？我们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我们特别关心到，在张幼侠还有刘正利落马之后，解放军报这个时候突然间出了一篇他的最新评论，是这样说的：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攻坚奋进。那他特别提到了说要查处张幼侠跟刘正利等腐败的分子，目的是清除影响事业发展的拦路虎跟绊脚石，并且这边特别提到说，2026年就是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攻坚之年，要随时准备能够打仗，随时准备能够打胜仗。我们看到华府智库怎么说的？他认为说，解放军现在正在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设定的2027年现代化目标前进，但是关键来了，张幼侠明确的点出了说，2027年恐怕没有办法达到，而是要在接近2035年的时候才能达到一个现代化的目标。所以看得出来，两个人的在现代化跟建军发展上面差了8年，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习近平这边提到解放军要到随时能打仗，他是说在关键的2027年，但是张幼侠说没有办法，要到2035年，这会不会是习近平今天痛下决心要整顿的真正原因？舰长怎么看？首先，我要知道，就是你们可能不太了解职业军人的这些想法哦。其实职业军人，尤其高阶哦，他们是基本上都是鹰派。为什么你知道吗？打仗小兵上战场，年轻的弟兄上战场是很惨，但是高阶将领的权力会瞬间的大幅度的膨胀。我举个简单例，如果说现在台湾进入战争的状态，第一个，台北有一个北部战区。就叫作战司令部，那是一个中将而已。只要一进入战斗状况，他的权力会远大过台北市市长。他可以立刻去征用你这，征用你那是战时。所以你知道，战时军人的权力是很大的。那你从这样讲，我几乎所有看到高阶的，最后都是鹰派。那谁是鸽派呢？我看了这么多人，我觉得习近平是鸽派。为什么？你从他讲了好多事情，第一个。有人跟他讲说：“这个美国就是希望诱惑两岸打起来。”他说：“我才不会上当呢。”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要知道习近平的角度，他是站在全国叫做总书记，总书记的观点是看到全国的发展。我一再的看到不断的有知识分子在呼吁这个解放军北京或怎么样，你们20年之内不要打仗，你只要不打仗。你按照过去20年的这个进步嘛，你可以看得到过去20年怎么去，你再这样进步20年，你知道他的实力会多大？就像稳稳当的，可是一个打仗，那是一个大变数，他可能就停滞在那，或甚至倒退。所以如果你是习近平，就知道我真的尽量不要打仗。台湾台独怎么样？他会赌吗？不会的，他会跑掉吧？他也不会的。就在这，我越来越强大，将来统一就会越来越方便。所以习近平。我也听过一个认识习近平旁边的人，有一次跟我讲说，因为他是在两边做生意，他有一次跟我讲说，他听他讲，习近平说他绝对不会动用军事手段，因为他可以用别的手段，有太多手段了。你为什么要动用军事手段呢？所以你说像这个东西，如果今天是习近平说2035，张幼侠说2027，我觉得即使我也不相信，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可信。但是现在正好反过来的哦。谁说的？那个华府智库那个小孩子，你看多年轻的一个小孩子，根本不懂，他也不懂解放军。所有的军队记住哦，政治决定打不打，军队决定如何打。如果中央政治局常委7个人说我们要打这场战争，张幼侠他有什么资格说不打？他有各种的方法，他都要去想而已，所以他不可能去推辞说我不行打。所以这个是我真的是不太相信的。至于那你说那最近为什么抓了这么多上将？你们可能真的忘了，不是只有抓上将啊。习近平上任到今天，我刚刚才查的这个ChatGPT，他总共查办了多少人？中国共产党720万人，超过中共共产党百分比超过7%。我觉得习近平是一个有大志的人，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像他这样子的全面的打贪。那他如果能够完成这个打贪的任务，他可以挽救中国共产党的亡党亡国的未来。
再照他们这样摊下去，真的会亡党亡国。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在做的是这件事情，我希望他能够成功，我希望他能够挽回中国共产党当初的那个初心，叫做为人民服务。好，一方面习近平现在的动作是在打贪，那另外一方面有没有可能他也是想要借此来替解放军建立一个全新的指挥体系呢？这个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做解读。因为呢，其实我们看到解放军报，同时在这个内容当中，除了刚刚特别提到之外，其实它还有其他的内容。它特别里面有强调说，查处张又侠跟刘正利是拔除流毒根源，还有实现换羽重生、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的重大胜利。那全军他特别提到，要以习近平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政治建军，并且这边特别强调了说，接下来要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讲了这么多次，像这个怎么看？我想现在对张又侠这个部分的处分，在中国大陆内部已经定调非常非常清楚了，而且他们在自己本身也提出张又侠有犯了5大问题，当然其中最重要的第一个是贪腐，那贪腐这个没有疑问。第二个部分主要还是有提到，对于军委主席的命令，确实是张又侠有自己的意见哦。那我想这几天在美国方面，特别《华尔街日报》披露了好多的消息，包括他跟美国方面怎么又说他泄露了什么中国大陆非常关键核武器的密码等等的这些说法。但总体来说，确实没有疑义的部分是在整个解放军系统里头的最高位置的张又侠，相对来说是我们不能说亲美，但是跟美国方面有沟通管道。那么在各方面他也亲自访问过美国，所以这里头确实是有在美国方面是比较不一样的，有一些沟通的机会。那么第二个部分是，确实张又侠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跟主张。我想在前几年的时候，无论是在外媒，或者是包括法轮系的这些的夯不啷当这些媒体在讲里头，很多的捕风捉影都认为在军事层面上，习近平生病啊，习近平等等的这些流言蜚语，只要稍微在讲的时候，大家马上把军令指向张又侠。那张又侠确实是2把手是事实，所以现在这一波的定调，毫无疑问，当然我们看到刚刚思明讲那3句话蛮特别的，他提到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主席放心。这个3句话也不是平常他们就在讲的，就表示说过去确实没有那么听指挥哦。所以这次当然是作为一个解放军当中的，有整个所谓中央军委主席，由习近平自己本身在指导这件事情的话，应该是没有疑义的。那至于这些刚刚讲有没有什么流露出去，慢慢大家会查证。只是说，到底习近平是不是现在开始把张又侠查了之后呢，就要开始好好来整顿？其实我们在台湾每次听到这样子分析，我都觉得很头疼。对于中共，你要理解，他只要宣布或做一个具体的行动，我想就张又侠要查他的弊病，包括他这么高，至少准备2年以上。也就是说，他抓了、宣布了，不是说抓了宣布我才要开始做改革，而是人家2年前已经在准备，而且已经在改革。这几天其实在中国大陆，包括外媒讨论很多。举个例子，就是先前有关于北京的军区，早先在北京，习近平的中南海是北京军区管的，可是后来把北京的这个叫卫戍区拨出来，放到陆军里头，直接给中央军委管。也就是说，北京这边所谓的御林军或者是所谓禁卫军，不再是北京军区，为什么？因为先前北京军区就是张又侠的直接的爪牙管的，所以在最敏感的时代就剥离出来的，而这就是几年前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中有很多的权力的暗潮汹涌，并不是现在啪就扑上前去，而是布局相当的久。话说，其实习近平的改革，军事改革从2012年他上任的隔年就开始了，反贪腐也好，把7大军区过去都是每一个上将都自己抓个军区，有点像古代的这个所谓的诸侯，或者是中国近代的军阀割据一模一样。后来大改，变成5大战区，把陆海空火箭军在战区里头，所以不再是陆海空军、火箭军大家各自领导，又跟打仗这件事情由战区来主建军为主。习近平这个大的规模，更不要说司法反贪腐哈。所以我觉得这一路而来，不是张又侠此刻接下来他已经弄很久，我认为张又侠是整个军改的据点。好，那干哥要怎么看呢？对，完全正确，我非常同意上次说的，因为我不可能是你从那个苗华、何卫东一路以来，对，然后现在是最大的张又侠，连张又侠都倒了，那
前面就一路平坦了嘛，没人可以阻挡习近平的嘛。那怎么办呢？那中央军委现在只剩下张胜明跟习近平，那是不是空前的这个不稳啊？对不对？说不定连下重要决策的能力都没有，真的太小看习近平了，不要紧张。然后还有这个汤广正，也就是华府智库詹姆斯基金会的研究员，他说，这个张又侠明确表示要2035年才有办法对台湾动武，难道习近平不知道吗？那习近平就是要2027年就要动手，然后那个跟张又侠完全意见相左，因此造成两人的局域，所以造成他中箭落马。你太小看整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绝对没有那么的简单。你不能就这么三言两语几句话就可以去解释为什么张又侠会落马的原因啊。那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林彪说过的那些话，要听这个毛主席的话，要听这个毛主席的讲的话啊。那其实老实讲一句，这个对于5大破坏而言在习近平的眼里，这其实很重要。有时候不见得是说我们两个意见相左，而是在我很久以前就发现说，以你们这一批中央军委可能没有办法贯彻我的意志，对吧？就是说可能没有办法真的理解我想要什么。习近平他真的想要用战争或武力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吗？我看不见得。我不认为他真的想这样做。如果想要这样做的话，早就可以了。他现在是希望说不用一兵一卒，不费一兵一卒，用封锁、用威吓、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就能够做到。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为什么一定要透过战争的手段呢？所以我不认为，不管是2027或2035。不是这2位老朋友会弄到剑拔弩张的原因，他一定另有其他更高深的，才会等到说今天习近平动手，其实他前面布局早就已经很久了。我不认为说习近平是认为他一定要用武力来解决台湾，这里面也有很多千丝万缕，我觉得我们继续观察下去。但我能够确定，就是习主席他更加审慎来看待这件事情，他出手一定会更加的让我们觉得什么，经过了非常的深思熟虑，绝对不是像川普那样随随便便就放话，随随便便就动手，他一定要一击就成功的。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立人